人生百态，娱乐开怀，欢迎收看《谈笑余生》。有这样一个人，小小年纪就获得了国际数学奥赛金牌，还顺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，毕业后又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。就在前途一片大好时，他却转身进了寺庙，从此晨钟暮鼓，苦心修行。然而8年后，在遭遇挫折后又落寞还俗，他就是数学奇才柳智宇。1988年，柳智宇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，父亲是一名物理老师，母亲是工程师。优秀的父母，良好的家庭氛围，为柳智宇创造了极好的学习环境。他聪明、勇敢、倔强、内向、善良，成绩也一直很好。唯一不足的是体质不佳，视力很差。在幼儿园里，他是一个另类的小孩，天生多愁善感。当别的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观察着天空。但是他内心敏感，受不了批评，甚至一个责备的眼神都会让他惴惴不安。上小学后，因为性格原因，柳智宇的成绩并不出色。4年级时，父母将他送到了数学培优班。刚开始他根本解不出那些难题，然而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在面对困难时没有放弃，反而激发起了斗志，而且越战越勇。在攻破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中，他越来越能感受到数学带给他的惊喜。上高中时，他的数学成绩已经在那个小镇里闻名。华师一附中实验班60名学生都是来自省内各学校的顶尖高手。从高一开始分组集训，跟不上的学生直接淘汰到普通班。在数学竞赛小组里，他总是默默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即使是很简单的题型，他也会一丝不苟地做一遍。柳智宇很会学习，把大量时间都花在解题上，每解出一道题，他就会沉浸在喜悦中，独自享受这份快乐。3本厚厚的高中数学竞赛教程中有3000多道题，他在3个月内全部做了一遍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柳智宇仿佛脱胎换骨，尤其对一些难题有独到的见解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他还写出了大量的数学解析论文。对数学的痴迷让他不放过任何学习和提升的机会，即使在食堂吃饭、外出乘车时，都会和老师、同学讨论关于数学的问题。假期里，他也利用和南开大学等高校交流的机会，和教授进行激烈探讨。不断深耕的柳智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学课程的难度，向着更高深的领域迈进。高2时，因为成绩优秀，柳智宇被推选为国际奥赛选手，进行为期100天的训练，代表祖国参赛。在比赛中，他气定神闲，游刃有余。第一天比赛时，考试历时4个半小时，而柳智宇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答完了所有题目。第二天是高难度测试，柳智宇遇到解不开的题时，就站起来走到门口闭目思索，而他安静的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在冥思苦想时，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很快理清了思路。之后他将正确答案一字不差地书写完毕。最终，柳智宇以满分的成绩摘得金牌。而作为一个理科天才，他在文学方面也涉猎颇深。柳智宇喜欢屈原的作品，不仅全部抄了一遍，还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，并模仿屈原的作品写出了《涉江》。而他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当属庄子。在熟读庄子的过程中，柳智宇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、开朗豁达起来。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后，柳智宇对数学依然有浓厚的兴趣。然而不到1年，他就开始感到迷惘。学好了数学就能帮助所有人吗？这个问题令他深深地困惑着。此时，柳智宇的眼疾越来越严重，母亲陪着他去医院。在候诊室里，他靠着母亲睡着了，梦里到处是数学题和几何图形的影子，一波一波像海潮一样涌来。由于过度用眼，本来视力就不好的柳智宇已经视物模糊，最后竟然差点失明。他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要以健康相搏，但是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。为了爱护眼睛，他总是将图形死死地记在大脑中，闭着眼睛去思考，
等了有了思路再动笔解题。最让柳智宇苦恼的是，同学们将他视为怪物，还说他是异类。即使他好心指出同学做题时的错误，也会被认为是自以为是、骄傲自大。但即便被如此对待，柳智宇的内心依旧很善良。上课时，老师讲到贫困山区的孩子由于贫穷早早辍学，他便立即向老师提出动员同学们捐款捐物，还让老师为自己单独介绍一个帮扶对象。大一时，他加入了北大禅学社，跟着一位师姐隔三差五就去龙泉寺做义工。每次上山，他首先就会去打扫厕所，还经常组织禅学院的学生去放生。在龙泉寺，他认识了学成法师。学成法师知识的渊博和洞悉人生的智慧让他动容。大四时，柳智宇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 offer， 就在周围人深深羡慕之时，他却做出了让所有人不解的举动。毕业后，柳智宇并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去麻省理工学院读书，而是给父母留了一封信，直接去了龙泉寺。他在留给父母的信中说：“我的决定绝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心终于有了归属，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希望父母尊重我的选择。”当父母知道儿子要出家后，立即乘坐火车来到北京，试图阻止他的决定。柳智宇并没有和父母争吵，乖乖回了家。几天后，他找了个借口返回北京，从此音讯全无，再也联系不上。儿子不改初衷，母亲急火攻心，病倒在床。父亲一夜白头，最后终于妥协，并说不要再去打扰孩子了，让他清静清静。柳智宇的老师也急急忙忙赶到龙泉寺，气急败坏地质问他：“你在搞什么名堂？”老师为他指了10几条出路，却被他一一否决。就此，柳智宇终于出了家，做了学成法师的弟子。学成法师也是年少出家，经过苦修，还考上了研究生，并在23岁时成为最年轻的主持。对佛学有极高的修为，满腹经论，也极具人格魅力。在学成法师的引导下，柳智宇一心向佛，对佛学更加痴迷。在龙泉寺，他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上早课，早饭后就去做师傅交代的工作，11点回来吃午饭，下午2点继续工作。吃过晚饭后听师傅讲课，9点熄灯睡觉。每天都按部就班，有序进行，一切从简。这时的他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《如何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》一文中，柳智宇写道：“思想之于人生，犹如一张地图。所谓有思想，是关注人生社会的大问题。社会人生的思想需要我们用生命体验来验证。对人类的苦难没有悲悯，对生命没有敬畏，没有对生命真谛、对世界美好的追寻，又何以钻研文学、历史和哲学呢？”而谁也无法想到，如此决绝的柳智宇会在8年后还俗。在龙泉寺，柳智宇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佛法，思考哲学与人的关系。因为思考时过于专注，他经常扣错纽扣，还被寺里的僧人们取笑。寺里安装的白炽灯上有烧死的虫子，因此柳智宇写了一份4000字的报告，提交给寺里，详细讲解了如何制作灯罩隔绝飞虫的方法。寺里买来了 LED 灯，这种灯不吸引飞虫。柳智宇迫不及待地请求法师马上安装，不忍再看到一只虫子死去。然而龙泉寺虽是佛门，却非静修之地。很快柳智宇就碰上了躲不开的是非。他给新沙弥上课，而那些精心挑选的课程内容却引起了某些法师的不满，批评他缺乏谦虚的品质。柳智宇要求调整上课的时间，管理的法师也置之不理。他对寺里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，也全部被驳回。2013年，龙泉寺计划出版《南山绿点校事》32册文稿的编写校对工作，柳智宇全程参与。工作强度大，身体又虚弱，他累得趴在桌子上颤抖，却仍然咬牙坚持。然而书籍出版后，校事一栏却没有署上柳智宇的名字，只写着学成法师。刚到龙泉寺时，柳智宇是很崇拜学成法师的，学成法师讲的课他都做了详细的笔记。然而在2018年，学成法师被曝光挪用僧团资金，骚扰女弟子，让他深感失望。
越来越多的挫折令柳智宇心灰意冷。2018年的一天，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龙泉寺，也终于想明白，修行在于内心，只要心中有佛，不必拘泥于形式和场所。下山后，在母亲的影响下，柳智宇考取了3级心理咨询师的证书，开通了佛系心理咨询项目，开始新一轮的自我探索，并且认为如果能将心理学和佛法结合起来，推动公益化的心理服务，就能给很多人帮助。下山2年多时间里，除了做心理咨询，还编写了一本《乡村医生心理服务手册》。疫情期间，他更是为加强武汉募捐，还撰写文章，疏解公众的心理问题。能够更多探索自己的内心，能够让自己修行成长。后来发现自己的心更希望去贴近社会大众，所以学了心理学，希望通过心理学帮助他人。柳智宇称，当初还俗经历过非常久的纠结，现在觉得在家同样也是一种修行，何处青山不到场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心。他再次强调自己的心希望和大众在一起，那种很高冷的完全没有人间烟火的感觉也是我不太适应的，所以我换了一种方式和大家见面，换了一种方式修行。柳智宇认为，恋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，他会和爱人经常一起诵经打坐，我们会一起切磋，一起往前走，能够相互滋养，互为道侣，携手共进。2022年12月9日，柳智宇在个人平台发布视频，曾公开自己的恋情，两人平时一起修行，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。他表示自己之前身体不太好，认识恋人之后状态逐渐变好，也感谢恋人的支持与帮助。他还称，女朋友也是学佛的，曾说过不生孩子，但会尊重另一半的意见。还俗时才说不结婚不生子，短短7个月就找了女朋友，这波打脸来的有点快。完了，得买房了，红尘扎根了，愧对菩萨了。有人调侃，也有人疑惑，曾经的数学天才为何放弃最高学府麻省理工的邀请而遁入佛门？如今当了12年和尚，他又为何回到俗世？其实，透过天才的成长之路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198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柳智宇，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当其他小朋友每天在丢沙包、捉迷藏、嬉戏打闹中玩得不亦乐乎时，他却觉得很没意思。直到上了小学，他才终于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，那就是学习。妈妈是工程师，爸爸是物理老师，浓郁的书香氛围为他提供了学习的土壤。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拔尖，尤其在数学方面更是有着惊人的天赋。从小学起，柳智宇就开始参加各类数学比赛，初中时开始自学高中课程，几乎拿遍了各大竞赛奖项。周围的人都习惯用柳神数学天才称呼他，但他总是独来独往，不交友，不看电视，就连学校组织看电影，他都全程不抬头，静静地做完了一张卷子，全身心沉浸在他的数学世界里。高中阶段，柳智宇顺利进入武汉名校华师一附中的理科实验班，在这里，他又一次交上了漂亮的答卷。高一时，发表论文《幂数列球和纵横引论》，并获得1等奖。而尴尬的是，因为论文过于深奥，学校的老师们都看不懂。有人在答辩时问了他一个问题：你是如何想到去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的呢？结果柳智宇答：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想了。2005年，17岁的柳智宇参加国际奥数循环赛，一举拿下金牌。第2年，他又勇夺国际奥数大赛满分金牌，成为中国队总分第1名。这一成绩也为华师一附中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没有人知道，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，柳智宇付出了什么。童年时期，刚刚在数学上崭露头角，父亲就为他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。节假日，父母从没带他出去玩过，而是关上门让他独自在家看书。高2的时候，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备战奥数大赛，学校专门给了他一间教室，让他不受任何干扰地钻研数学。但是由于长时间看书做题，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疾，眼睛经常感到干涩，疼痛难忍。
之后，他的视力持续退化，几近失明。虽然在多家医院治疗过，但收效甚微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没有人肯让他停下来休息片刻。他已不完全属于他自己，他的身上背负着家人和全校的荣耀。进入北大后，他的视力并没有好转，虽然成绩仍然靠前，但此时他的眼睛连看课本都费劲，只能靠同学转述。以往的信手拈来、轻松自如，变成了如今需要100倍努力才能维持的疲惫，长期承受巨大的身心负担。柳知宇慢慢丧失了对数学的热情，因此在动身前往麻省理工的最后一刻，柳知宇改变了主意。据媒体报道，得知此事的柳知宇父亲一夜白头，母亲也大病一场。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现实，也完全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。但是这一切早有苗头，只是他们忽略了。在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，记者采访柳知宇，当时的他显得很沉默。他说，比赛虽好，但这是以健康的情绪和身体为代价的。柳知宇的高中班主任曾说，哲学才是他的挚爱，数学更像是学习哲学顺带的事情。其实，柳知宇从初中开始就对古典哲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，只不过为了奥数，他不得已放弃了。高中的某个寒假，他写过一篇长达4万字的关于生命探索和意义的论文。在参加国际奥数比赛的前一天晚上，柳知宇还在看庄子。从小，他就有一颗炽热的想帮助他人的心。在北大，柳知宇曾为一名沉溺于游戏而面临挂科的同学补课，尽管身体严重不适，他仍然在考试前一天通宵为同学讲解。他觉得有机会帮助同学通过考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最终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74分的成绩让同学顺利通过了考试。大二时，他担任了耕读社的社长，延续着他一贯帮助他人的理念，多次举办助学、捐衣、到龙泉寺做义工等公益活动。也许是命运冥冥中的安排，耕读社的创始人和第2任社长都在龙泉寺出家为僧。柳知宇也继承了前2任社长的衣钵。他在给父母寄去一封信后，关掉手机，屏蔽掉外界的一切烦扰，披上僧袍，成了龙泉寺的法师贤语。父母急火攻心，第一时间赶到龙泉寺，却被他拒绝了见面的要求。后来，他为了安抚父母回了一趟家，但不顾家人苦劝，仍然执意追寻心中的桃花源，完成他普度众生的宏愿。但是，寺庙的生活并不如理想中的那样美好。初到龙泉寺，柳知宇每天很早就要起床，除了诵经、拜佛，还要做饭、修建房屋等等。有段时间，他半夜要盯工地，回去睡几个小时，又得起床干活。一个宿舍10多个人，彼此生活习惯不同，经常有矛盾。因为上完厕所经常忘记关灯，动手能力不强，反应慢，他被室友排挤，还被几个送来改造的青春期的孩子在课堂上联合起来整。最大的一次冲击来自当时的住持。彼时，住持学成法师交给柳知宇一个任务，整理佛教律宗典籍。柳知宇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项浩大的工程，拖着羸弱的身体，柳知宇辗转福建、上海、天津等地，寻找散落的典籍，殚精竭虑地进行整理。校勘时常累得精疲力尽。2年后，耗费他无数心血的南山律典教室终于出版。然而，让柳知宇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本书的署名竟然是学成法师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。他这才发现自己一心皈依的佛门已非净土。离开龙泉寺之后，柳知宇度过了一段迷惘时。一开始他尝试去别的寺院，却无功而返，没有收入，只能依靠居士和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。后来，在母亲的推荐下，他开始接触心理学。他尝试把心理学与佛学结合起来讲课，发现效果不错，于是组建了佛系心理服务团队。之后，他考取了心理咨询师，还在网上开通了心理咨询业务。品尝到一次次切实帮助别人带来的快乐后，柳知宇决定还俗。当年5月，柳知宇接受邀请，
入职了北京一家心理咨询公司，带领10来人的团队开发心理学课程。公司给他月薪3万，他却主动要求降到2万。他说自己不买车，不买房，不需要这么多钱，还不如奉献给大家。出书，做免费心理疏导，办咨询热线，开发心理课程，这种实实在在能帮助到别人的感觉，让每天处于紧张忙碌中的他感到异常满足。近2000通电话，为困境中的心灵带去了温暖和希望。柳智宇频繁出现在他的自媒体视频中，他一脸亲切慈悲的微笑，语调平稳地为网友们解答各种心理问题。这一切正是他多年以来苦苦寻觅的。跋山涉水，千帆过尽，转换了数次身份，柳智宇终于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。也许世间从此少了一位杰出的数学家，但那又怎样呢？不是多了一个帮助万千迷途的心灵找到归宿的指路人。稻盛和夫说，人生是为新的修行而设立的道场。终其一生，我们都在不断地修炼灵魂，完善自我。认识自己的过程虽然曲折，但庆幸的是，柳智宇最终找到了自己，坚持走自己想走的路，不纠结，不迟疑，虽历经磨难，但终成正果，此生足矣。